第10幕第3场 Spivak 提问，我们这一场处理2个主要问题。第一个是 Spivak 所提出来的他者或弱势的一个从属阶层是不是可以发生？它发生又有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是 Homi Bhabha 对殖民的模仿 mimicry 及糅杂 hybridity 这2种概念的一个说明。我们现在请同学提问。史毕瓦克说，弱势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从属的弱势他者有没有为自己发声的能力？以台湾为例，政府将核废料长期放在兰屿岛上，达悟族人到底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呢？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模仿 mimicry 与柏拉图的拟仿 mimesis 有何差别啊？从前混血杂种是用来骂人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学如何将它翻转成具有正向肯定的意义呢？的确，同学刚才提问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弱势。弱势，不止在后殖民，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一个很争议性的一个概念。比如说，你现在打开电视，看到所有的社会上的争议，经常看到的是，反而有弱势位置的人讲话特别大声，也特别凶。那弱势的位置等于赋予了你一个发声，甚至一个抢夺发声权的一个很合法性的位置。所以弱势到底是弱势呢，还是真的有它的这个偏向中心、取代中心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样态？这是我们 Spivak 这一场要去探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意识。那 Spivak 先谈他作为一个后殖民的理论家3天王的其中的一个天后。那这个天后事实上也是跟其他3天王一样，他是在印度被殖民地在 Calcutta 这个诞生的一个学者。那他大学读完之后就到了 Cornell 美国的康奈尔大学读了硕博士，那也就待在美国教书。那Spivak 他值得提的有2件事情。第一个，他是我们教过的德希达的解构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叫 Grammatology 文字学的翻译者，从法文翻成英文。那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件，就是他的序写了100多页。那很多人看不懂德希达的这本解构的书，都读他的序，然后骂德希达的时候都引他的序，而不是引德希达的文本。那当然就产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争议。那有趣的是，序反而是最多人阅读的，而不是文本。实际上也达到一种解构的一个导致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另外一件事就是值得提的是，除了他在论述上引用了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断的为后殖民的女性、第三世界的女性去发声、去争取权益之外，事实上他一件事情值得提的是，他得了不少的奖。那这个奖的奖金，他捐助给他的母国，就是印度，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读写的认识字的一个计划，然后培养一些好的老师来教导在印度里面还有很多不识字的民众们。那最近在2013年，他获得印度政府的颁予的一个勋章，然后奖励他对印度文化及这样的教育的推广。这是 Spivak 作为一个论述家，也值得尊重的是，他有力行到对一个母国教育上的一个提倡跟付出。好，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从87年到12年，他有于其他世界里文化政治论文集、教学机器之外，后殖民理性批判、迈向消失当下的历史，还有科学知识、另类亚洲以及全球化时代下的美学教育。从上述的 Spivak 的主要著作中，我们看出 Spivak 对整个亚洲或者一个被殖民的一个他者的一个关怀，这一辈子的关怀。那他最著名的一个论述就 Can
the subaltern speaks， 从属阶级的庶民是不是可以发声？这样的问题意识贯穿了他早期到中期的作品，那也得到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的论争。那 Spivak 认为他者之主体时常由掌权者所建构，一言之，他者始终无法为自身所认知的主体发声。因此，对 Spivak 而言，后殖民论述得以解放他者，并赋予其为自己的论述之权利。然而 Spivak 仍然怀疑于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干扰下，也就是说，西方的知识还是21世纪的一个论述的主流。在这样的主流的干扰下，如此概念是否得以顺利的发展？他提出了一个问号。Spivak 针对这个争议、这个议题提出了2个问题：第一，既然被殖民的庶民，就是他从属的阶层的主体必然是多样的且具有差异的，那么这种不统一如何被论述？因为你要把这样多元的差异性论述化的时候，你就进入本质主义，进入一个约化的暴力。那可是你又不进入约化暴力的话，你又无法被听闻。那这个就是一个对立的矛盾。第二，如果可以，那么谁才具有被论述的资格？谁才能为庶民就从属阶层发声呢？谁的代表性是有合法合理性？我们以印度的一个传统叫 Sati 为例，因为 Sati 就是Spivak 用来彰显出他认为庶民无法言说对自己的一个认同也好、主体性也好发生的一个 case。那这个 case study 彰显得出一个不可言说性的一个他者身份的一个窘境、一个困境。那从这张图里面看到，那张图里面谈到一个 Sati， 那 Sati 是在印度一个神话里面的一个女神。那她后来为了她的爱人，然后这个跳到火里面焚身自尽，然后为彰显出她对爱情的一个执着。那在后来这样的一个神话被演变成父权底下的一个传统，就是当丈夫往生的时候，作为太太的就跟丈夫一起焚身，把他火化到一个现场。实际上我自己在去了印度3次，那我也到恒河去看，恒河他们真的是在河旁边就是火葬这些已经往生的这个尸体。那在当时的 Sati 的传统，就是女性必须跟着自己的丈夫火化，然后来彰显出自己的对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忠诚。那这是变成一个在当时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在当时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当英国殖民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野蛮的一个传统，当然以人道精神就废止了这样的一个传统，不再你陪丈夫一起这样的一个火化的一个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很野蛮的。所以当时殖民者也说，我们是从这样的印度人的男人的手中拯救了很多的印度女人。好，Spivak 提这个 case， 事实上是要去问题化 problematize 这2端，作为再现、作为发声 Sati 的主体性、Sati 的内在的声音的合法性、合理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印度精英者在谈 Sati 的时候，认为那是一个当时妇女们自愿为这个丈夫这样的一个忠贞的一个表现，来去参与这样的一个一起这个死亡焚身死亡的一个传统。而英国则认为这是一个野蛮的行为被它废止，所以我们拯救了很多这样子的印度女性。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因为在场的在论述，就是有论述权利的印度的精英男性跟殖民者这个男性2个都不是 Sati， 而
他们的论述都主宰的萨蒂的意义，萨蒂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产生的一个主体性。那他 Spivak 很技巧的并置两个，到底谁讲的才是真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坟墓里面真的挖出一个妇女，实际上可以再进一步去问题化，即使单一的妇女都无法代替所有的妇女当时如果有焚身这样的传统，因为即使是其中一个萨蒂，她真的是意识形态洗脑之后，真的是为丈夫殉身，然后得到一个 sense of honor 一个荣誉感，那不是没有可能的在当时父权的意识形态底下，妇女或许真的是愿意在那样意识形态下愿意焚身，然后跟丈夫一起到天堂去。好，那这样的一个论述 ，Spivak 要凸显的是两种论述都是代表萨蒂发生，萨蒂自己没有留下任何的发生的论述。那这就是Spivak 要凸显出从属阶层作为一个他者，到底有没有能力为自己发声？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讲，一定有一个掌权者。那不管是印度的精英分子，或者是父权的精英分子，或者是英国的殖民者，他们都是掌权。可是周遭有太多的士农工商各个行业然后各个行业又分为农，又分为捕鱼的这个种田的各种这种行业，他们都是不同的族群，都在不同的他者的位置，有大大小小的位置，那一定都是由掌权者来做统一的论述。好，那这样子一个概念，你会看到到底谁代表庶民呢？那事实上，我们从一个简图来说明 Spivak 的一个论点。Spivak 相信实际上有一个自我，那就是掌政的，不管是精英分子或者是这个殖民者，那就是一个掌权者作为一个自我永远有发声的权益。可是永远有一个他者，就是弱势。弱势之所以有争议，就是弱势还很多元、很多样，有强势的弱者，跟弱势的弱者，跟甚至连弱势的弱者都不够的无声弱者。那这些弱者就有很多元的样态。那我们看到的弱者都是强势的弱者，因为他能进镁光灯，能进媒体，能进发声的场域，表示他够强。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台湾目前在去年年底超过300个政党登记正式合法成为政党。那政党里面一定有一个执政党，就是自我。那你会有反对党，我们台湾比较能上台面的，大家知道反对党，你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有新党，还有亲民党，你还有台联党，还有现在的时代力量。那这几个是强势的他者，因为他有一定的在立法院有一定的席次，他可以为他者去做一个在野的一个政党，他要去不断的督促自我那个执政党。可是还有太多无限的这样子的一个无尽的弱势的他者，甚至在台湾有300多个政党了。那这些还进不了，你可能没听过所谓的中华民国自由自在党，你也可能没听过有所谓的人民最大党。可是你或许有听过有个机车党专门在关照很多的机车。那他们是在很多的无尽的小他者，他没有一个发声的位置，因为他没有立法委员在为他们发声。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凸显出弱势事实上是很多元多样的。他一方面抵抗了一个自我，那是一个正义的，可是他约化了很多不在场的他者弱势，那就是一个不正义。所以他作为一个两端，那后殖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后殖民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一个强势他者，那他不断抵抗他的宗主国的这样的一个暴力，可是他也约化了他们从属阶层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声音。那 Spivak 提出一个方式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强势他者经常是跟中心有欲望，就是我一个反对党经常是要成为执政党，所以我有一个迈向中心的一个欲望，我把龙屠掉了，我成为自己一条龙。那这样的问题就在于很多强势的他者抢镁光灯、抢发声平台，都是因为他要进入自我、进入执政。那这样的过程就会约化了很多
弱势甚至无声的他者，那本身就是不正义。所以强势他者有两端，一端是正义啊，我抵抗这样的一个自我的霸权；第二端不正义，那我因为抵抗霸权，我必须约化很多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权益，变成我的权益去抵抗自我。那这样的变成是一个权力中心的一个共犯。那这就是提出来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一个策略性的本质主义。我们还是要迈向一个论述，一个统一的自我。那个过程不是为了我的权利欲望成为新的自我，而是能去开放不同弱势他者、无声他者的声音进来，然后让我的论述、我的正义、我的对主体的这样自我的一个批判，是具有更多元、更多样的声音来汇集，然后不断的进来，所以它有一定的开放的一个平台，让更多的声音能进来。所以这个过程就会解决了不要掉入本质主义，但也不要掉入一个当差异都很重要的时候，没有一个差异是重要的，因为所有差异太多了，就无法变成一个论述，无法站到一个发声的平台。